美股市场稀土板块再度被点燃，短短一周时间，CRML 股价暴涨超过100%，MP 材料 Lynas 也同步大涨20%。有很多朋友私信我问一句话：查理，这波稀土行情这次还能不能再买？但是在冲动之前，我们必须先搞清楚一件事情：这一次的稀土热和去年10月份的那波到底有什么不同？会不会重演情绪冲底，然后资金撤离，最后只留下散户抄底在山顶？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查理斯木。今天我们就冷静拆解这第二轮稀土行情，看看这到底是真正的右侧机会，还是又一次华尔街熟悉的收割剧本。就在1月3日凌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还在熟睡，整座城市的电力突然被掐断，一片死寂。紧接着，上百架美军战机低空掠过，巨大的轰鸣声撕碎了夜空。这不是演习，而是美国总统川普亲自授权的，代号为“绝对决心”的闪击行动。三角洲特种部队直接空降委内瑞拉总统府，前后只用了短短5分钟，就将马杜罗和他的夫人从床上拖了出来，塞进了直升机，然后运往纽约，把他们关押在联邦监狱。马杜罗将面临毒品、恐怖主义等多项重罪的指控。这次美军突袭的直接后果就是委内瑞拉富得流油的奥里诺科矿业湖瞬间成为了无主的肥肉。华尔街那帮敏锐的猎犬闻到了稀土和黄金的味道，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 CRML、MP 材料像发疯一样突然暴涨。奥里诺科矿业湖这块神秘的土地，整整11万平方公里，面积比2个江苏省还要大。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评估，这片区域不仅有黄金和钻石，更隐藏着让马斯克都眼红的科坦铁矿和稀土元素。在10月的专题节目中，查理有详细介绍，目前中国占据全球稀土材料出口总量的90%，独霸稀土供应链。尤其是在稀土冶炼分离、磁铁制造这两大领域，中国出产了全球高达95%的铝铁硼永磁材料。虽然川普和习近平在去年达成贸易协议，以放松 AI 芯片出口管制为条件，换取中国持续出口稀土材料给西方国家，直到今年11月底，中国的稀土管制禁令才会生效。但是地缘政治冲突总是突然爆发的。1月6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由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发表涉台言论，中国将禁止出口稀土材料到日本。要知道，日本的支柱产业包括汽车、半导体、电子产品制造，没有了稀土材料，日本的工业生产全部都要停摆。这些动作让华尔街看清了一个现实，就是美中两个超级大国未来必然还会在稀土供应链上展开激烈的交锋。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稀土矿石来源必须有除中国以外的选择。那除了南美的委内瑞拉，川皇最近又盯上了北极圈的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它是丹麦的属地。就在本周，华盛顿传出惊人消息，川普不仅再次向丹麦喊话，要买下格陵兰，甚至在白宫内部会议上讨论了一切可能的选项。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1月7号的记者会上亲口承认，总统的国家安全团队正在积极讨论购岛方案，理由只有4个字：国家安全。大家可能会笑，川普这老头是不是疯了？丹麦怎么可能答应？对此，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直接回怼：这太荒谬了，格陵兰不卖。格陵兰的总理更是直言：够了，别再幻想吞并我们。确实，格陵兰厚厚的冰层下面覆盖着人类未来100年的工业命脉。这里的稀土储量大得惊人，单单一个 Tambraze 项目就被公认为全球最大的稀土矿床之一，更别提还有39种被美国列为关键战略物资的矿产。Critical Metals CRML 公司在1月7日宣布，已经在格陵兰岛开工建设先导工厂，预计2026年5月就要投产。这也是为什么资本在疯狂的用脚投票，导致 CRML 股价5天之内翻倍的原因。它的 Tamprace 稀土矿石储量高达47亿吨，而且和普通稀土矿不同，
它的重稀土占比超过25%，能够用来制造高科技、国防军工和能源方面不可或缺的战略级材料。如果我们看 CRML 的股价走势，会发现它的价格呈现出逐日跳升的梦幻上攻，开盘就暴涨，然后横盘至结尾，在第二天又重复这个行情，连续5天时间，使得 CRML 的股价从1月2日的$7飙涨到1月中旬的$14附近。查理最近几年很少看到如此规则的暴涨行情，就跟走台阶似的，一步一步稳如老狗。然而，去年10月份，CIML 已经完成了上一轮的暴涨暴跌行情。可以看到，当时它的股价也是在几天之内从$6暴涨383%，冲到了10月中旬的$30高点。在那之后，随着川协会达成 deal，CRML 的股价又原路返回，在3周之内雪崩77%，跌回到了$7.2的支撑位。那现在 CRML 股票有了新一轮的格陵兰岛行情，查理认为这其实是给咱们散户投资者解套跑路的好机会。当然，不排除 CRML 公司未来基本面越来越好，那它的股价因此也能像 Palantir 或者特斯拉当年那样，从几块钱用好几年的时间逐渐涨到几百美元。但这其中的过程绝对会伴随着多轮幅度超过50%以上的暴涨和暴跌。我个人以及 CRI 投资组合目前是不打算参与这样的投机行情的，因为它的风险不可控，而且未来盈利的时间线也可能会拉得非常漫长。在这里，如果有朋友不想完全清仓 CRML 的投资，那可以留下2%到3%的底仓，就放在那儿别动，然后删掉手机软件，对，就不管它的暴涨和暴跌，过3年再回来看看是不是发了一笔横财。玩笑归玩笑啊，查理的观点还是很明确的。现在确实可以趁着这波稀土热2.0的行情，逢高卖出 CRML 的股票仓位，也不用完全清仓，但是现在肯定是别加仓买入，因为那是最危险的投资。如果我们看 CRML 股票的 EPS 每股收益，会发现公司在2026年还将处于亏损状态，EPS 为负的$0.11。更关键的是，到2027年，它的亏损还将加剧，因为要融资投钱在格陵兰岛的项目上，Critical Metals 公司可能会发债，或者直接增发股票来融资，从而稀释现有股东的权益。此外，查理注意到 CRML 总股份中居然有高达55%的比例是内部人士持股，这就意味着一旦这些高管开始在高位抛售 CRML 股票套现，那么它的股价崩跌幅度将是惊人的。朋友们，如果这个时候想抄底，那必然是买入就被套，抄在半山腰，没悬念。好，这就是我对 CRML 股票的看法。逢高止盈跑路，把攒下来的资金用来买入优质的巨头股票、大盘指数类 ETF 或者基本面盈利更强的个股。那如果实在忍不住，请大家千万控制好仓位，在总资金的3%以下。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如果被套牢，一定别想着通过 average cost down 在这单只股票把亏损赚回来，而应该转换思路。通过投资其他更稳健、基本面更好的 ETF 个股，从而把钱赚回来，好不好？聊完了 CRML，我们再来更新一下美国的稀土龙头企业 MP 材料的情况。MP 是目前全美唯一的实现了从矿山开采到磁铁制造一条龙服务的稀土公司，非常特别。MP 就是美股稀土板块里的苹果。更详细的介绍，请朋友们浏览查理斯穆在2025年10月15日的稀土专题节目。1月8日，多家媒体报道，MP 正考虑在德克萨斯州的 North Lake 建设第二座磁铁工厂，代号10X Facility，总投资$12亿。一旦建成，将使得 MP 的稀土磁铁年产能达到1万公吨，足以满足目前全美对稀土磁铁的总需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MP 公司和美国国防部去年就签署了协议，美国政府将以$110每公斤的保底价购买 MP 公司所有的稀土磁铁。换句话说，MP 已经成为半国有化的美国国企，因为在未来10年内，不管全世界的稀土价格再怎么跌
MP 生产的磁铁材料都已经被美国政府高价买断了，是不是很牛？此外，公司管理层确认，位于加州 Mountain Pass 的重稀土分离工厂预计在2026年中开始调试。这个工厂能制造耐高温的电动车电机磁铁的关键原材料。如果我们看 MP 股票的基本面，会发现，虽然它现在的 PE 本益比还是负的84.7，但它的1年后前瞻 PE 就转负为正，大概是在118左右，要低于特斯拉、Palantir 动辄200以上的前瞻 PE。更为重要的是，MP 的 PEG，也就是本益比对 EPS 增速的比值，只有0.9，非常低，和英伟达的 PEG 很接近。这说明，相比于 MP 业务的高增长，它当前$60的股价其实并不贵。这张图显示了 MP 股票在2026到2028年的 EPS 增速预期情况。可以看到，今年 MP 将正式实现扭亏为盈，而到了2027年，MP 的 EPS 增速将高达77%，2028年 EPS 增速也高达42%，涨势喜人啊！华尔街的机构分析师对 MP 股票的表现也给出非常乐观的预测。我们可以看到，有14位分析师给出了 MP 1年后的目标价，最高的给到了$94，最低的给到了$71，都要显著高于 MP 的市场价$62，平均目标价达到$78，比市价还有超过25%的上涨空间，相当的不错。有16位分析师给出了评级，其中高达14位给出强烈买入，另外2位也给出买入的评级。这里查理也为朋友们展示一下我的 CRI 投资系统对于 MP 股价做出的分析。如果我们按照60到80倍前瞻 PE 的高估值对 MP 股价进行测算，那么它在26年的交易范围应该出现在$38.4到$51.2之间，其实要低于现在的市场价。然而，考虑到 MP 公司有美国国防部的保底财政支持，还有和苹果公司的深入合作，CI 系统最终还是给 MP 股票绿色买入信号。尤其考虑到 MP 在50到$55已经形成了一个3个多月的较强支撑区域，查理认为在$60附近建仓买 MP 材料的股票是没毛病的。当然，考虑到稀土板块本身的波动性非常大，就算是 MP 这样的 Number One，它的股价单日暴跌6%以上也是很正常的。因此，如果您对 MP 公司有兴趣，可以把投在 MP 股票上的仓位控制在总资金的5%以内，然后就坐稳扶好，长期持有即可。因为从宏观层面来看，中美的角力和地缘政治局势的紧张对立很可能还将长期持续下去。对于 MP 这样的战略级公司而言，未来几年是它的黄金发展时期。个人还是相当看好 MP 股票的长期走势的。好，聊完了 MP，我们最后来看看总部位于澳大利亚的 Lynas 稀土公司。正如他在官网中描述的，Lynas 公司是全球除中国之外唯一拥有成熟提炼和分离全产业链的稀土巨头。它甚至比 MP 材料更成熟，基础设施更加完备。但最大的缺点是，Lynas 不是美国企业，也享受不到像 MP 材料那样美国政府亲儿子般的待遇。Lynas 和 MP 材料的关系就有一点点类似于丹麦制药巨头诺和诺德和礼来的感觉。相信朋友们从 MVO 和 LLY 这2家制药巨头股价走势中可以看出来，美国龙头企业的优势要远大于其他国家的精英企业，因为有美国政府在背后做支持。Lynas 股票的本益比高达1570，但随着净利润的迅速上升，它的1年之后前瞻 PE 就只有42，PEG 则更低，只有0.4，表明它的股价正在被市场低估。如果我们看 LYC 或者 LYSDY 股票的 EPS 增速情况，会发现今年它的 EPS 会从去年的0.01澳元大涨到0.31澳元每股。在27年和28年，LYSDY 的 EPS 增速也将保持在40%以上的高增长，和英伟达、博通这样的芯片巨头差不多。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机构分析师却不怎么看好 LYSDY 在未来1年的表现。有15位分析师给出了目标价，其中最高的给到了29.5澳元，最低的却只给到9.5澳元，中位
15.5澳元，只比市场价高出9%，这是为何？更令人奇怪的是，在16位给出评级的分析师中，居然有5位给出强烈卖出，Why？这主要和 Linus 公司在过去2个季度财报表现大幅低于市场预期有直接关系。它的运营成本在上升，利润率被压缩，导致盈利质量的迅速恶化。此外，公司在马来西亚的经营执照将于2026年3月到期。当地政府多年来一直拿放射性废料说事，要求 Linus 必须把最核心的工序搬走。分析师认为，在正式续约签合同之前，Linus 的头顶始终顶着一把刀。当然，在2026年地缘政治大背景下，华尔街的资金更倾向于美国主权供应链。MP Materials 背后有美国国防部的10年价格保护和资金支持，而 CRML 则蹭上了格陵兰购岛的热度。Linus 作为一家澳大利亚企业，主力工厂又设在东南亚，既没有美国本土的政治溢价，又面临马来西亚的政策风险，因此在机构眼中，它成了爹不疼妈不爱的二线资产。因此，华尔街机构最近没咋炒作 LYC 和 LYSDY 的股票，导致它的价值被低估了。对于 LYC CRI 系统目前给出了持有的黄色信号。如果我们按40到50倍前瞻 PE 测算 Linus 的股价，会发现它的交易区间应该在12.4到15.5澳元，而现在14澳元的价格差不多处在这个区间的上沿。好消息是，LYC 在12到14澳元有一个较强支撑，和市价非常接近。这表明，虽然 Linus 暂时股价炒不上去，但它往下跌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企业确实在盈利，而且澳大利亚也是美国的核心盟友，Linus 未来产品的销路肯定不愁的。日本、欧洲、加拿大都需要 Linus 的稀土磁铁产品。和 MP 一样，如果您持有 LYC 或者 LYSDY 的股票，最好控制仓位在5%以下，因为稀土板块整体的波动性还是比较高的。好，我们小结一下稀土股票四天王 MP、LYSDY、CRML 和 USAR。CIA 投资系统首选 MP 的股票，因为它的基本面很强，增长动能足，又有美国政府的背书，是当之无愧的金牌稀土标的。如果你想追求稳妥，可以等 MP 股价回撤到$59以下，再抄底买入，预计能获得1年超过25%的高回报，利润相当可观。其次是来自澳洲的 LYSDY，它也是已经盈利、基本面稳健的稀土巨头，只是因为它不是美国公司，股价炒起来稍微困难一些。如果你有耐心，可以等到 LYC 股价跌到12澳元左右再抄底，那也能获得每年大概10%的收益，当然表现要比 MP 材料要差不少。至于 CRML 和 USAR，和去年专题的结论一样，它们还是纯纯的概念股，要实现真正的商业化盈利，还需要几年的时间。这里查理不建议朋友们买 CRML 和 USAR，因为被深度套牢的风险极高，而且他们的潜在收益现在也很低了。如果你在市场价买入，你可能拿1年也只有3%的收益。相比于你承受的巨大风险，这个投资盈亏比实在太低了，不值得朋友们考虑哦。好，聊完了稀土板块，我们回到美国股市的整体表现来。可以看到1月中旬，美股的头部企业股票遭受承压，股王英伟达、博通，包括甲骨文最近抛压都比较大，资金板块也在轮动。虽然标普还在创高，但是整体涨幅非常小，市场依旧处于高位横盘盘整的状态。最近反而是小盘股非常活跃，包括我们今天讲的 CRML，还有核电概念股 OKLO、AI 创新云、IREN 等等，近期反而表现非常不错。我的 AI 投资系统认为，最近反而是逢低加仓买入巨头类股票的机会，包括英伟达、微软、Meta 和博通等优质股票，都是逢低建仓的好时机。查理这几天也和会员朋友一直在更新 CII 投资组合的实时交易，我们这2天买了不少微软、Meta 的股票，之前也有加仓英伟达，看好他们在接下来几周的强势回归。那至于甲骨文，查理暂时还看不到它的基本面有什么改善，Oracle 的债务压力依然很重，我们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冒险图便宜抄底 ORCL 的股票，因为可能会被持续套牢。
所以大家还需要保持谨慎观望的态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CRI 系统最新的股票、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仓位配置。我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标普500指数的走势、美债殖利率的变化、全球央行的流动性、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比例做出必要的调整，或者维持不变。目前，CI 投资系统依然把85%的资金放在美股指数和优质个股当中，把剩下15%的资金投资在比特币 ETF、IBIT 和 FBTC 上，超短债和黄金的比例为0。可以看到，目前标普500、纳斯达克100以及科技板块类指数都已经超过了 CI 系统给出的买点，我们不需要着急追高买入。在个股层面，系统推荐了3只可以在市场价附近入手的股票。分别是博通、AVGO、Meta 和 Netflix， 他们的买点也以绿色数字标了出来，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接下来是 CI 投资组合的最新持仓情况，可以看到1月中旬涨得最好的股票包括波音、亚马逊和联合健康 UNH。查理和会员朋友们早在1个多月前就在低位吸筹建仓买入了这3只个股，现在就坐稳符号即可。在昨天，查理有逢高止盈少部分亚马逊的仓位，把获得的利润用来逢低抄底买入了 Meta 和 Meta。交易结束之后 ，CI 投资组合的前5大持仓分别是 Meta 占比45.2%，比特币 ETF IBIT 占比16.1%，亚马逊占比8.2%，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 占比7.1%，和英伟达占比5.9%。接下来 CI 投资组合如果有新的持仓变化，我也会及时更新，请朋友们保持关注。如果您想第一时间得到 CI 投资组合的动态，可以加入先锋会员，您会收到实时更新的交易细节，还有专属独家抢先看的权利。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您对新一轮的稀土行情有什么看法？我们还能买稀土股票吗？还是应该趁机跑路？请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一起讨论。如果我的节目对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您多多帮忙点赞分享。查理十分感谢朋友们的大力支持，我也会陪伴着各位穿越牛熊，在市场中成长。祝您投资顺利，周末愉快，我们下周的节目再见。